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伯。在昨天结束的 LPL 焦点之战比赛中 ，TS 战队在第二局选出上单青钢影，并反而选择了塞恩。结果这一局 Wayward 的青钢影打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表现。TS 是以更偏后期的阵容在前期稳住了局势，并且在后期凭借更出色的团战发挥赢下比赛。BRG 战队在更换中单之后的首场比赛依然宣告失败，目前已经遭遇3连败。UZ 在直播间也是非常沮丧，认为 BRG 战队现在的问题很大，没人敢背锅。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局的阵容选择。BRG 在蓝色方拿到了卢娜，第3手意外的选塞恩让病玩，2轮选出强势中野妖姬盲僧打中野节奏。TS 后手也拿到了强势组合卡莉斯塔、列娜塔，打野佛耶格，中单维克托，上单意外的选出了一手并擅长的青钢影来对线并。阵容对比上，关键点看下路的一个对位。TS 如果前期想要和 BRG 抗衡的话，只要靠这个下路，因为节奏能力没那么强。BRG 则需要尽可能的打好前中期，后期没那么好打。本局比赛前期，双方就在激情对拼，下路一波对攻战 ，JK Love 在塔前消耗卢锡安，双方打野赶到，盲僧强行进场追击，完成击杀，但自己也被换掉，双方1换1。不久之后，战火波及到中路，双方一波2v2，再次打出1换1。先锋团战 ，TS 拿下先锋，但青钢影被上野抓到，直接击杀。后续 TS 换掉一人。但自己付出了2个人的代价。先锋结束后 ，TS 战队选择上野配合强行击杀了并，佛耶格细节闪现挡掉了塞恩的大招。此后 BRG 战队下路打出推线权，后打野过来gank ，TS 下路细节配合列娜塔大招控2人，然后正面强行击杀娜美。随后维克托 TP 落地，双方打出1换1，但 Echo 妖姬赶到收掉了残血的 JK Love。前期 BRG 拿下2条小龙，在第3条小龙刷新的时候，双方在中路疯狂拉扯了一波。TS 召唤先锋 ，BRG 率先 poke 打出了不错的伤害。后续 Wayward 侧翼进场，吸引注意力后直接后撤，双方疯狂拉扯 ，TS 占据优势。JK Love 闪现过墙被踹走，列娜塔被带过来后也没有阵亡，双方无人阵亡后 ，TS 拿下小龙。第4条小龙刷新，卢锡安先手大招打残了 Knight， 但是威沃尔的后续直接一闪冲进人群，命中卢锡安接大招锁定后马上金身。TS 一波前扑，妖姬趁机进场想要击杀维克托，被反杀。TS 一波打出0换2，吃掉小龙。30分钟，双方大龙拉扯 ，Echo 拉扯了一波青钢影大招，但后续把技能交了之后。JK Love 直接跳上来疯狂输出 ，Echo 瞬间白给，团战开启 ，Echo 也被活活打死 ，TS 顺势拿下大龙。推进过程中 ，TS 辅助被击杀后撤退，但在不久之后，双方展开的最后一波团战中 ，TS 在第1波技能互交后，全员冲阵疯狂输出 ，JK Love 瞬秒2人，1波轻松获胜后直接平推了基地。UZ 在这局比赛开始的时候，认为 TS 的这个阵容选的稀烂，而且后期也不好打，但实际上 BRG 的这个阵容后期并不强，而 UZ 不看好的这一手青钢影，在这局比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 ，BRG 的这个阵容打到后期只有一个核心输出点，是一个手没有那么长的卢锡安。而 TS 战队在发育到后期的时候，思路已经非常明确了。阿伯认为 TS 的核心思路就是利用青钢影的进场去限制或者说单防卢锡安这个点，只要让卢锡安丧失战斗力， TS 的这个阵容的输出是要更高的，就可以更轻松的收割团战。以这个角度来说，这手青钢影选的是很好的。对于 BRG 来说，目前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就更大了，因为更换了中单，而且并也玩了坦克，但是他们还是赢不了。阿伯认为 Echo 在 BRG 战队的首秀发挥是比较令人失望的。第1局的飞机炸药包乱捡，第2局的妖姬也是团战各种失误白给。
BLG 以一个前期中野没有打出优势，尽管状态要比之前好一些，但还是无法击败 TS。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于双的一个采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采访小天的过程中，问了一个让观众觉得非常不妥的问题，之后于双的微博直接被爆破，很多粉丝要求他道歉。简单和大家说一下采访的情况。主持人于双在采访小天的过程中，询问了一个比赛结束后的细节，就是在第一局赢下来之后，小天有和 NET 选手碰拳，想要问一下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是看到他先击拳，还是说两人有商量好的？小天回答说，是因为最近休赛期有玩一个其他的游戏，里面就有这一个庆祝动作，所以就想着模仿一下，就跟旁边的人碰拳，然后也和威沃尔的碰拳，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于双接了一句，让队伍气氛变得更好，也让队伍之间的感觉变得更好，更加有兄弟情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大量的观众粉丝对于双表示不满。这里回看了一下当时的情况，第一局结束之后，小天先是和威沃尔的碰拳，然后主动示意 NET 跟 NET 也碰了一下拳，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被于双捕捉到了，并且加到了赛后采访的问题之中。很多观众觉得于双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一个采访。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本来 NET 和小天被观众们认为是最好的兄弟，大家也在一个队伍，觉得非常美好的一个剧本。可能小天当时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在休赛期 NET 被爆出丑闻，其中的一些聊天记录显示 NET 只是把小天当做一个队友或同事的那种关系。比较经典的一句是 NET 认为小天在苏宁时期配合其他队友孤立他，和小天只是普通队友关系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 TS 的各种视频里面中野几乎再也没有互动过。然后于双这个问题，观众不相信他不知道休赛期的这个事情，认为他是在故意恶心小天。如果这个问题是问 NET 还可以理解，问小天就给人一种揭伤疤的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两人关系已经不好了，可以保持距离了，为什么还要主动问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很多观众认为主持人会和选手提前对问题，但线上的比赛洛辛之前说过是不会对问题的，主持人问选手临场作答就可以了。阿博认为这个事情于双确实是有问题的，在 LPL 的一些选手出现类似争议的情况下，作为主持人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规避相关问题。现在 LPL 粉圈化已经非常严重了，不管得罪哪个群体就够他喝一壶的，更何况这个事情还不只是得罪某一个群体，是引起大量观众和粉丝的不满。建议于双以后注意一下，可以多问问游戏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于双问这个问题的动机，阿博认为于双有可能是出于好心，因为 NET 和小天之间出现了这个事情，关系变差，因此尤其关心场下的一些互动，看到一个赛后的碰拳细节后，马上就去问一下，以为说两人已经和好了。自己这样一采访，或许两边的粉丝们都能注意到这个细节，从而觉得两个人关系已经不那么僵了。但实际上一个碰拳不能代表什么，如果说小天和 NET 笑着互动，然后讨论比赛的画面，或许于双可以这么问，但只是一个简单的碰拳，并不能代表两人关系就真的变好了。对于于双赛后采访一事，大家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